这座古老的城市，书写着岁月的辉煌与壮丽。它耸立在第聂伯河畔，如同一位饱经风霜的智者，沉静中透露出无尽的力量和智慧。基辅起初只是个小村庄，始建于5世纪下半叶，距今1500多年历史，比莫斯科早600多年，更是东斯拉夫文明的摇篮。到了公元9世纪，原来居住在北欧的维京人沿着商路入侵到了东欧平原，占领了基辅。维京人和当地的东斯拉夫人共同生活在基辅和第聂伯河沿岸，经过漫长时间的融合，形成了一个新的部族，名为罗斯人 Rus。 822年，乌克兰的第一个国家在基辅罗斯成立。随着人员的日益庞大，商业往来的频繁，9世纪到13世纪的基辅规模逐渐壮大，成为了基辅罗斯这一强大公国的首都。它那雄伟的城墙、宏伟的宫殿、辉煌的教堂，仿佛一颗颗璀璨的珍珠，镶嵌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之一。基辅罗斯大公国在此繁荣发展，开启了东斯拉夫文化的黄金时代。生活在此的罗斯人最终成为了当今俄罗斯人、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共同祖先。其中俄罗斯民族是罗斯人最庞大的分支。俄国的英文名称是 Russia， 其前缀与罗斯人的 Rus 一致。如果按照英文版音译翻译为罗斯更准确。基辅这座充满信仰与虔诚的城市，以它那众多的教堂和修道院而闻名。圣索菲亚大教堂，这座辉煌的拜占庭建筑杰作，是基辅最璀璨的明珠，是宗教与艺术的巅峰。金色的穹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仿佛诉说着千年的荣耀与虔诚。走进教堂，你会被那精美的马赛克壁画和宏伟的拱顶所震撼。这里的一切都弥漫着神圣的气息，仿佛时光在此停住。每一块砖石，每一幅画作，都见证了基辅罗斯的辉煌岁月。圣安德烈教堂是一座巴洛克风格教堂，建于1747年到1754年，是乌克兰的4大建筑地标之一。佩乔尔斯克修道院也被誉为洞窟修道院，是东正教信徒心中的圣地。之所以叫洞窟修道院，是因为早期东正教苦行僧在第聂伯尔河边挖空山体，在洞穴中隐居修行，得大成就，死后肉身不腐者，即被封为圣人。目前洞窟修道院共保存125具不朽肉身，沿蜿蜒和狭窄的通道来到地下洞穴，静静地从这些圣徒的遗体旁走过，感受那份神圣，仿佛连接了城市与天堂。洞窟修道院建于1051年，
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它在乌克兰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圣米迦勒金顶修道院，这座色彩斑斓的建筑以其金色的圆顶和蔚蓝的外墙吸引着无数游客。教堂内精美的壁画和庄严的圣像让人心生敬畏。基辅这座文化与艺术的宝库，以其丰富的历史遗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而著称。独立广场，这片见证了无数历史事件的圣地，是乌克兰人民心中的象征。这里曾是无数次抗争与呐喊的舞台，见证了人民对自由与独立的不懈追求。广场上的自由纪念碑高高耸立，象征着乌克兰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广场上的灯光点亮，照亮了那段辉煌的历史，激励着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们。玛利亚宫，又名马林斯基宫，是基辅的一座宫殿，是乌克兰总统的官邸和迎宾馆。宫殿修建于1744年至1752年，1870年时为纪念玛利亚·亚历山德罗夫拉改为县名。宫殿修建于1744年至1752年期间。国立乌克兰歌剧院，又名基辅国家歌剧院，这座艺术的殿堂，是音乐与舞蹈的圣地。每当夜幕降临，歌剧院的灯光点亮，那悠扬的乐声和优雅的舞姿，仿佛带你进入一个梦幻世界。无论是恢宏的歌剧，还是动人的芭蕾，每一场演出都让人陶醉其中，心灵得到升华。黄金之门，这座古老的城门，是基辅历史的见证。它的厚重的城墙和巍峨的塔楼，诉说着无数战火与荣耀。站在城门前，仿佛可以听到昔日的马蹄声和战鼓声，感受到那段英雄的历史与辉煌的岁月。罗斯公园，古基辅的核心弗拉基米尔城，按1:1的比例在这里得到了重建。穿着10世纪传统服饰的姑娘和全身披甲的罗斯武士在城堡门口列队欢迎。壕沟、城墙和全木建筑完全是罗斯时代的造型。在这里不但可以看到精彩的马术技巧表演，还能看到古代发石车的模拟工程战斗，而最精彩的还是步兵混战的情景再现。数十个披盔戴甲的壮汉手执各种刀斧剑锤，在竞技场上呼喊着、冲撞着，扭打成一团。基辅这座历经千年风雨的古城，以其独特的魅力和辉煌的历史，吸引着无数追寻梦想与真理的人们。它不仅是乌克兰的骄傲，更是世界的瑰宝。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基辅那不朽的光辉永远照亮着每一个热爱它的人的心灵。它的辉煌的过去、灿烂的文化、坚定的信仰以及不懈的抗争精神，将永远铭刻在人类的记忆中，激励着无数后人去追寻属于自己的光辉与梦想。